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这一集的韦恩有话说。今天这一集，韦恩要跟大家探讨什么主题呢？这个也是之前有人问过我的问题哦，就是我怎么看掰弯或转直。老实说，这两个词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两个词。为什么？我觉得这两个词都带着一些，对我而言啦，都带着一些负面的看法。我也常常可能在一些社群媒体啊，或者是在一些节目当中看到，会提到说啊，你被掰弯了啊，你可以试试看被掰弯是什么感觉，这样子的。我里面会觉得说，这种方式去呈现的内容很轻浮，似乎关系里面可以不用那么认真，不管是面对性，或者是面对交往，或者是在关系建立里面，很多事情可以随便一点吗？对，我的意思是说，到底掰弯的目的是什么？对，为什么要鼓励一个人去尝试看看你会不会被掰弯？我也不否认，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的确，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在任何的情感关系的发展当中，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不管你今天喜欢的是同性或异性，很多人可能早早就已经定掉自己某种类型的女性。我先用异性恋的关系来看哈，我也的确听过，有些人就会很笃定的说，某一种的女性我不会喜欢，我喜欢的就是怎样怎样的女性啊。可是最后呢，结婚的对象呢，完全跟他所喜欢的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没有试过你不知道。可是所谓的试过是什么意思？这个试过需要用某一种的标签，又回到标签了，又要回到某一种的标签或某一种的名词形容去定调它吗？掰弯似乎就是一种你可以试试看不同的名词形容的一个关系建立。对，那甚至有些人真的也会去尝试，就是同性的性的行为，他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会去想要尝试一个同性的性的行为。可是掰弯这一个字的里面，这个使用这个词或这个词本身所要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值得去思考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只要多有机会去理解掰弯这一个字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对我的感受其实是贬义的，是负面的，特别在关系建立上是很轻浮的。所以我不喜欢，我并不喜欢这个词的使用，我也不喜欢在关系的互动当中，好像我说，那你要不要试着去掰弯异性恋者？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随便了。对韦恩来讲，韦恩有一点关系的洁癖，蛮在意关系怎么建立的，蛮在意彼此之间的敞开。如果在亲密关系当中，就是彼此之间的忠诚的这样的一个人。任何的关系的发展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任何关系的发展应该不是强迫的。所以当有人问我说我怎么看掰弯或转直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就对掰弯这个字，我其实里面是有这个感觉的。对，当然不代表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最起码对我而言，掰弯是这样的感觉。但至于转直呢，说真的，我对掰弯都有这个感觉了，对转直的感觉也不舒服。为什么？什么叫转直？对，变成直男。什么叫直男？对，这个其实我前面的节目也问过这个问题，怎么样叫直男？怎么样叫异性恋？对，那为什么要转直？对，那转职才是正常吗？或者是有人也会说，那你现在这个状况，你就是转职啦，你就不再是同性恋啦。我自己也会觉得说，转职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带有一种强迫性，或带有一种觉得因为同性恋不对，所以你必须转职。但其实这个对我不舒服的一点，就是在于这似乎是另外一个词在否定，或者是在告诉我自己，同性恋的我，或有同性性感受的我不好、不对、不应该，所以我需要转职，我才会正常，我才会好。当有人说我是不是转职了，我就会我自己里面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转职？还是回到我之前有分享过的，呃，怎么样看我自己，怎么样跟我自己这个人和平共处，跟我的状态和平共处。
跟我在面对同性恋的状态也好，或双性恋的状态也好，或异性恋的状态也好，对，因为这个要整合大家对于我，还有包括我自己怎么看自己的性别认同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整合也好，我要怎么看这些状态在我身上，跟我的共处，比我要用什么样的身份或什么样的名词来定义自己更重要。对，所以转职对我而言也不会是我的目标转职对我而言反而是一种更辛苦而且更强迫的一件事情。真的说我不喜欢转职这个词，这个词其实非常的不舒服。因此我怎么看掰弯或转职，对我而言这两个词其实都是蛮负面的。但是我却要问一个问题是，那如果今天好像社群媒体上也好，媒体也好，好像有某一种的认可掰弯这件事情是可以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允许转职这样的词也被使用？我觉得这个也是鼓励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可以掰弯，那转职又有什么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我们似乎没有去想过的一件事情。我也是再一次的强调，对我而言，掰弯转职两个字我都不喜欢，我反而会持非常负面的一个想法，我不会用这两个字的。好，我也不会把这两个字用在我身上，我也不会用这两个字用在别人的身上。当别人认为说我在转职，好像我在转职别人或我在掰弯别人的时候，我反而会问说我的什么话或我的什么用字让你觉得我在掰弯你或在转职你？对，我反而会去更加的探讨这个事情。对，我觉得这是我的观点。好，这是我的观点。那也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对耶，对，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两个词？那这两个词用了合适吗？对，用在一个人身上合适吗？用在关系身上合适吗？用在互动的模式上面合适吗？甚至用在性的体验上面合适吗？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可能没有多做思考的部分。同样的，如果你对于我今天的分享或对于今天这一集有什么样的问题或回馈，欢迎你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做回复。那当然，如果你也想更多的听见伟恩更新的一些分享的话，欢迎你可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追踪伟恩有话说频道的节目，然后与大家有机会分享更多伟恩的一些观点，在性别议题上面的观点跟视角。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拜拜。